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阳被万人唾骂，看到他老婆的强势发声，才明白杨紫当年的话。白玉兰厌倦了内部娱乐的平淡乏味，于是她急切地公布了一份关于入围名单的信息。雷声平地响起，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烟浪，至今未有平息。许多人对此存有异议，比如杨紫靠着不鼓偶然得到了入场券，这让观众感到尴尬不已。吴镇宇曾有一段吐槽，总结起来就是说，演古装戏不需要强烈的生活感，只需要按照剧本的要求行动就可以了，没有多少演技含金量。玉兰冷落刘琳长达10年之久，导致遗漏众多优秀人才，其中刘琳尤为突出。对于她来说，她应该获得一份应有的荣誉和奖励。杨紫站在那个位置，愈发令网友愤慨，使得她的处境越发棘手。尽管我们可以理性地说，虽然《长相思》是定位于古装偶像剧，但我们不能草率地评判杨紫的演技。如果我们能够放下偏见，认真观看这部剧，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令人瞩目的高光时刻。她出色地表现出了错认母亲时的声嘶力竭，以及梅林虐杀场景中的破碎死寂，这些都是她演技爆发的真实体现。去年出现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赵丽颖参选却最终没有成功，所以杨紫的入围也只是起到了一个陪衬的作用。王一博的粉丝彻底疯魔，而其他演员的拥簇者只是一些小打小闹的存在。数月来，王阳一直在吹嘘自己的表演，并引起了观众的期待。然而，最终他没有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，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，也无法忍受。剧组中的其他成员开始对他眼中钉、肉中刺般的痛批，愤怒之情从失望中蔓延开来。无数人对他进行谴责，不愿意接受既得利益者的淡然从容，坚决要将高尚品质击败。他们一致认为王阳是个偷戏抢戏、演技差的人。他们都认为男配王阳拿走了男主王一博的奖项，就像窦娥冤案一样。粉丝们纷纷大力支持以证实毫无根据的构陷指控。他如同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。他以出色的才华扛起了整部剧的重任，为剧集赢得了追捧，演技高光时刻频频呈现，但却不知何故未能获得提名。而男主角作品众多，却无一被提及，反而是靠着追风者的男配角，却奇迹般的脱颖而出。这简直就是在剽窃他人的劳动果实。顺便提一下，王阳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。剧组拥有解释权，粉圈的所谓控诉纯属无稽之谈。无论是男主角还是男配角，说个破天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。王阳的名字在领衔主演表中明确地写着，以确保真实性，不能做任何虚假的处理。只不过，他的番位在王一博之后，实质上是由于番位的安排所导致的。剧组是如何确定的番位？这一点并没有被明确解释。白玉兰的这种通过演技赢得提名的举动，可以说是给那些坚信番位至上的粉丝圈一个致命的打击。在谈论演技时，这也是此次矛盾的核心所在。王一博的表演令人惊喜，就像一碗水平稳的涟漪。魏若来为他精心设计了角色，让他的成长轨迹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。他在起初的阶段显得稚嫩而自由，而后期则稳重而沉稳。他的角色设定并不是非黑即白，有时候在坚硬的外表下会透露出一丝胆怯。他在这些微小的细节上准确把握分寸，既不过分也不过少。情绪纷繁复杂，已无心顾及表情的控制。他的眉眼展示出了真挚的情感。无论他的举止还是动作，都充满了情感的流露。他的嘶吼声中带着哭泣的痕迹，强烈地打动了观众的心灵，激起了愤怒、紧迫和深深的伤痛。
这段表演彻底颠覆了人们对面瘫演技的固有印象，展现出明显的进步。尽管完美无瑕还差点火候，但我们不应该用贬低王阳的表现来突出他的优点。沈图南由王阳出演，他身处于一个模糊的境地，既正直又邪恶。王阳在江湖中追求生存和财富，他擅长表面滑稽，并且善于掩饰自己的喜怒情感。与王一博相比，他不会如此激烈的宣泄情感，常常面无表情，内心却充满激情，冷静中透着一种疯狂，这离不开他扎实的演技功底的支持。只有如此，才能塑造出王阳那种天然的表演风格。在这个世道瞬息万变，人们感到苦闷和彷徨，信仰也动摇不安。他们在一片废墟中隐忍等待改变，却被愚昧和偏见所蒙蔽。明知道自己与那些腐败官僚同流合污，却无动于衷，冷漠的眼神中常常透露出寒意。沈近珍与沈图南兄妹对立，彼此站在对立的立场上，他们都展现了自己的柔软一面。沈近珍呐喊着信仰的力量，而沈图南也罕见的脸色极赤白。这一段，王阳经历了一个教科书式的情绪变化，从焦虑、失望、愤怒、纠结到心疼，再到摇摆不定。最后，他陷入了自欺欺人的幻想之中，面带笃定而疯狂的表情。这个情绪转变既丰富又细腻，充分证明了他的入围资格。艺术与文学同样不拘一格，从古至今一直如此。入围者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被落下的人，必须在不同的选择中取舍。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，王阳无疑是当之无愧的符合规定的人选。那些一直对他进行围剿的人应该静下心来了，因为他已经赢得了大众的关注与支持。如果他继续这样不体面的胡闹下去，那些在舆论场上有着重要声望的老戏骨们可能会避开他，毕竟引起他们的反感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王阳，一个有清醒自持之心的人，面对恶言恶语的羞辱，他选择了忍耐而不委屈，没有抱怨。评论区中沉浸着非理性的言论，然而现在开始涌现出些许理性的声音，这些声音格外引人关注。当事人受到众多关注，不可避免会引发争议。他的演技精湛，值得赞赏。他是一名认真从事演艺职业的演员，而那些肤浅的流量炒作则毫无价值。大部分网友眼光独到，内心清澈明澈，因此尽管泥沙混杂，仍能避免陷入困境。幸运的是，这个团队中也有像王阳的老婆这样清醒的人。他毅然站到了关注事态进展的最前线，毫无畏惧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他的言辞中充满了坚定，毫不背离原则。他以轻盈的语气表达了对现状的感叹，既不针对具体事情，也不针对任何个人，但却能使人真切地理解他心底的意思。他理想中的情况是风平浪静，但他也明白，狂风暴雨是无法预料和避免的。所以他选择接受并适应。他的胸怀之大，让人惊叹不已。最终的目标是过上美好的生活，并试图唤醒那些整天围绕着明星转，为他们欢喜或痛苦，已经陷入疯狂的粉丝们。在这场看起来难以解脱的争议中，杨紫以他过去的英明建议，再次证明了其事实性和适宜性。他曾经说过，在面对批评的时候，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困惑和挣扎，满脸的疑问，但在事后悟到一个道理：解释是没有用的。作为一名演员，他必须接受褒贬不一的评价，并且享受光彩和荣誉的同时，也要忍受无端的诋毁。他明白此刻的喜欢和谩骂都只是暂时的，一会儿受欢迎，一会儿被指责，这并不是永久的状态。他只需要全心投入到演技的输出，认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就可以了。只有肩负起重担，才能戴上王者之冠。想要抓住玫瑰，就必须忍受它的刺痛。王阳啊，就暂时忍耐一下吧，骂得再狠，你站得越稳，
静待疾风骤雨过去，属于你的那个下一个春天即将来临。